各位元龙医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脏外科赖金虎主任。那今天要为各位介绍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案例。那我们有一位63岁的一个女性，那尤女士，那她本身是洗肾的病人。那因为她洗肾的在左侧的上臂有一个人工的血管在洗肾，那她洗肾的血流就是一直洗肾的，就是血流是不足的，那所以就来到我们的门诊求诊。那我们在帮她做了超音波检查之后，那看到腋下静脉是有狭窄的，所以就先帮她做安排在门诊做一个叫做气球扩张的血管成形术，要帮她的洗肾瘘管能够打通。那我们帮她打通完之后，却发现她的血流还是非常的弱，动脉的压力非常的低。那这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应该要去怀疑说她是不是本身的动脉有一个严重的狭窄，才会导致她洗肾的血流是偏低的。那我们当下就又帮她直接做一个血管摄影，去看看她本身的动脉有没有问题。那果然就如我们所怀疑的，那她的那个血管摄影呢，就会发现说她在锁骨下的这个开口的地方，其实是有一个严重的一个阻塞，那是完全阻塞。所以这样的一个完全阻塞，就会导致病人的那个动脉血流是不足的。那它其实这个在医学名词上有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叫做锁骨下的一个怯血症候群。那因为我们锁骨下动脉它会有分流到我们的脊椎动脉，所以当它这个锁骨下动脉完全的开口完全阻塞的时候，就会导致说，它的左手的血流是没办法通过去的。这时候它就会从脊椎动脉这边反而把血偷到他的手。那所以他手反而越活动，这个从脊椎动脉偷的血，就会越多，他反而头就会觉得越晕。那所以我们在帮病人通完血管之后，再去跟病人再讨论他的一个病情的情况，就问他，头晕的情形，其实他已经好几年了，都一直有头晕的情形。那他因为洗肾，所以他其实没有量左手的压力，所以只有量右手。其实右手血压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右手去测他的动脉压，其实两只手也差大于30以上。那所以说，他其实我们一般观众如果说有发现，自己的两手的压力有差30以上毫米汞柱，而且容易有头晕的情况。或者是比较偏低的那一边比较容易肢体无力的情形，其实可能就是锁骨下动脉的一个阻塞造成的一个怯血症候群。那所以说这个病人后来我们就帮他再安排第2次的一个血管的一个治疗。那我们这次主要就是针对他的动脉完全阻塞的地方。那因为他完全阻塞，那又很接近主动脉，所以他会比较担心会不会有可能说在撑气球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一些血栓跑到那个颈动脉去，而造成中风的情形。那我们技术其实是非常的纯熟，那我们就是让铁丝是走到往下的方向，然后气球也慢慢钻过去之后，用气球扩张。那气球扩张之后，其实还是会有残存的狭窄，所以我们就帮他再用一个自费的支架，把它这个地方呢能够整个架开，那它这样子血流整个灌到动脉的血流就会改善。那其实支架架完之后，我们再去看它的血流就是非常的顺畅，连脊椎动脉其实也都跑出来了。所以说它本来是有一个怯血的情形，从这边拖到手的情形，而且会容易头晕。那借着我们这样帮他打通这个完全阻塞的锁骨下动脉开口的地方，那他的脊椎动脉的血流会恢复，头晕会改善，左手无力的情形，洗肾瘘管血流偏低的情形，都能够借此而得到一个完全的一个改善。所以说，这病人因着我们就是在他这瘘管有问题的时候，就同时就会有细心的去观察到他的动脉是有问题的，那所以就很顺利的帮他把这个锁骨下动脉
怯血症候群这个疑难杂症，把它诊断出来，然后也借着再一次的一个气球扩张以及支架置放，那就完全改善他的症状，让病人可以就是能够过一个比较他就不会再觉得头晕了，其实他的生活品质也改善很多。好，所以说这个是我们这一次要介绍这个比较特别的案例，所以提醒一般观众就是说，如果你量两臂的一个两侧上臂的一个血压力差有达到20或30以上，好，尤其是就是30以上，你压力差越多，就代表它阻塞的越厉害，那至少要20以上。那另外就是说，有这个肢体无力的情形以及头晕的情形，那其实就会高度怀疑它是锁骨下的一个怯血症候群。那这其实就是需要考虑来到我们的门诊，那来做检查。那我们就做一个电脑断层，其实就可以很明确的去看到血管阻塞的情形。那接下来就可以来安排，就是做气球扩张以及支架的置放，就可以完全改善病人的症状。好，那就提醒观众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自己两手的上臂的压力是否会有不一样，是不是还会有一个很频繁的一个头晕的一个情形，那都可以有空可以回到我们的门诊来追踪。